我的父亲呢，喜欢小提琴，喜欢音乐，他喜欢音乐，所以他呢在家里对我们有影响，经常让我跟我的几个姐姐呀、妹妹一起唱四重唱，他们干这。他有个小提琴，于是我就开始学小提琴了，那是自学的，那么点小孩拉一个大人琴，你想想能好吧？但是在那个时候啊，你要拉小提琴啊，他觉得哦，是拉小提琴的哦，就好像像英雄一样的。所以我拿着小提琴在马路上走，哎呀，你儿子拉小提琴的哦，好，我就觉得拉小提琴好像是一个多么光荣的事情一样的，到处显摆自己。就这样学小提琴基本上自学的。后来嘛，我稍微大一点，就到上海音乐学院。我住在北京，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小提琴学校第一所音乐学校，是最好的学校。那我到那儿去了，哎，没想到我就考上了，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考上了。考上了以后呢，我在那里念书的时候，那是我有两个老师，第一个老师是从意大利来的，他是意大利的一个很好的小提琴演奏家，这中国成立第一个交响乐团，从外国招录演奏员来，就把他招来了。他那么，因为他拉得很好了，所以上海音乐学院就请他来教我们。那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第一批的小提琴学生，他就教我。当时我跟他学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演奏的非常好，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，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师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讲英文，我的英文也不行，所以跟他上课的时候基本上就两句话 ，too low too high，就这样的问题。他给我弹伴奏，他也会弹，弹伴奏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伴奏什么劲儿，什么就出去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就看他脑袋，他一点头我就拉，他一不点我就听，这样，所以你想那时候学的就很差。后来嘛。这个意大利人走了，我们第二个老师朱丽尔来的，朱丽尔他在中国的过去的学生，到美国去学习，学习完他回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来就教我拉小提琴。他呢，当然我会讲中文，教我就很多。他是一个非常讲究表达音乐的，但是我觉得他也会拉琴也拉得不错的，他也很有热情，你知道吧？我跟我上课的时候就是总是讲音乐，哇啦哇叫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记得当时我拉那个巴哈小空，最后两个大长音，我拉了一下，啊不行不行，要像一座大山，好像再拉，不行啊，要像一座大山，你想一想大山什么样拉，那还不行。我后来把琴交给他，我说你拉个大山给我听听看，好吧？他一拉，我觉得也不像大山嘛。所以这样就跟他闹翻了，你知道吧？这很麻烦。我就觉得拉小提琴，我喜欢怎么样拉。我拉贝多芬第7奏鸣曲，那个哒滴滴哒，这个最后的音呢，我喜欢长一点，太短，哒滴滴哒。我当时听了奥伊斯拉来的，我觉得那个音短一点，长一点很好听嘛，他要短。我说不行，我喜欢拉长。为什么？我说我听着奥伊斯拉还拉长呢。你跟我学琴还是跟奥夏学习？我说跟你学琴呢，那你就听我的。我说听你的就不能拉长吗？不行，很短的。那时候我不跟你学了，这快马上要毕业了，跟他闹翻了。你就知道我们那是学琴说这两件事什么目的呢？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很好的教学思想，怎么样教小提琴没有？教师更应该启发学生，你喜欢长好，长的很好听，你再拉来看，短的你试试看，启发我们就好了嘛。你硬强迫我这事就很麻烦，你知道吧？那么就这样，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了那么多年呢，我觉得没有打下很好的技术基础，没有打下很好的学习基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的老师也没有很好的研究。我觉得我的这两位老师啊，虽然我很感激他们，我觉得他们还对我的是让我在音乐学院念了6年，是吧？6年毕业以后呢，因为我当时毕业以后，你可以看我们的成绩单，我现在还有的，全部满分，全部满分毕业的。我拉的不好，我认为我拉的不好。跟很多学生比起来，我拉不过他们同学比起来。但是呢，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我就喜欢教小提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家境贫困，你知道吧？没有钱用，那么教几个学生嘛，赚一点钱嘛，还补贴家用这么问题。所以从小就喜欢教小提琴。后来我们学校的老师，他是有外国留学生来了，就指派我作为助教，协助教这些孩子。所以我从那时候还没毕业了，就当学校里的老师的那些助手，啊，他们不教完了，我就帮着去弄的。
做这样，所以一毕业了，学校的指定我留在学校教课了。所以我从一毕业就留在学校，我可以说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第一届毕业生留在学校的老师，就在那教小提琴。我在开始教小提琴的时候啊，受了很大的影响是俄国的学派。俄国学派，我认为俄国学派是相当好的啊。我小的时候学的是后门太老了。俄国学派在小提琴上，我认为是非常好的。大家都知道很清楚，俄国学派是从意大利传到派人的，那是意大利的那个叫维奥蒂传播到巴黎，在巴黎音乐学院。巴黎音乐学院当时世界上小提琴的天堂，所有人的圣地，大家都在朝拜圣地，都到巴黎去。巴黎音乐院毕业的学生是维涅夫斯基，他就到了俄国在那里建立了非常好的学校。但是后来维涅夫斯基走了，就偶尔去了，在那里40年俄国学校非常好。你知道后来偶尔带了一批人到了美国去了，占领美国所有的市场。俄国人呢，在莫斯科建立了他们的学校，建立他们的学派。在那个学派里啊，我觉得后来我遇到了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我做那个评委嘛，都遇到那些评委，我都问他们很多问题，就是关于俄国学派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俄国小提琴学派是很好的。那么我呢开始教学是受俄国学派教，但是我教了很多年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绩。后来这个中国改革开放嘛大一点了。Perman 什么这些人，嘎拉面的，这在美国他们那些教授，那些录音的这些书记到中国了，我一看啊，这个格拉面的书第一次到中国，我一看，因为我在那个美国出版的书上就看都是加拉面编辑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看他的书来了，哈，我如获至宝啊！一看，当时这个人给他这本书带来了，我让他借，他不给我看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们当时用那些练习曲都是格拉面编辑的。结果，这个人带着本书，我当时得了心脏病，在医院里躺着，你知道吧？躺着。我听说带这本书来了，我就让找人呢，说你能不能借给我看看？他不借。后来左说右说，他说答应借，11点钟借，1个小时，12点钟还给他，就这样。我说好，你等着。我在医院里啊，跑出去在家里面把那照相机弄好，黑白照相机，他来了，接我搁着，嚓，还给他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把这本书啊，就是那个印的黑白照片印出来了。我那时住在医院，你知道吧？住医院心脏病了，是吧？躺在那里。实际上那本书全在这儿，我盖了白床单在这儿。医生来看我就看我，医生一走我打开就看，看了我就翻译，你知道吧？翻译了一本，翻译一篇就交一篇。我一抄好了，他就拿去抄蜡纸，你知道吧？蜡纸完以后就把它印，一张的蜡纸得搁在那里就印完了以后，就我们俩人这都是不收费用白弄，你知道吧？他弄完就发给大家，哎呦，大家就抢着看，都看，这是好的东西啊！大家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。我看了这书以后，我觉得我收掉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又看了 Perman 的录像，看了这个谁的这个祖克曼的这些小提琴家的录像，看了这个以后，我再教学不一样了。所以从80年以后，你看我那学生屡在国际上比赛得奖，为什么得奖呢？就是我看了嘎拉米的这个书以后，知道怎么教小提琴，而且看了那些演奏家那些个录音，那个小的那个小的 CD 那个转那个东西。我弄了一大批，买了一大批那个大袋子那个都录了，录给学生听，拿着那个让孩子听这个录。去比赛，梅里因国际比赛第1届，我们带了4个学生，2个上海，2个北京，我带队去的。到那以后，上海得第1、第3，北京第2、第4，他回来了。一回来以后，那个文化局的部长来欢迎我们，到飞机上接的啊！那中国第一次在世界比赛得冠军，而且得这么多奖，这很……我当时讲一点与这没关系的话，英国的记者就来了找我，坐那跟我说，中国人得了这么多奖，
什么原因？你能不能说说？说我们的学生很有才能啊。那你认为是不是英国孩子都是笨蛋？我说我没这意思啊。那为什么我们不得奖呢？我们可能我们很努力啊。那你说我们的中国孩子不努力吗？英国孩子不努力吗？也不是。那什么原因呢？我说。我们的政府很支持我们，比如我们这次出来是吧？我们穿的衣服什么什么机票什么政府给我们啊，这话你说对了，你应该像我们的撒切尔夫人，英国撒切尔夫人呢讲一下，应该让政府支持我们这些搞小提琴教学的。我说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但是这件事就说明啊，当时中国的小提琴出来以后啊，大家很惊讶，中国怎么会突然出这么多了，是吧？我记得当时西斯发这个奖。他说：“我中国人领完奖以后，我们奖金就剩无估计了，因为1、2、3、4我们全领走了嘛。所以那以后你再去看第1届、第2届、第3届、第4届、第5届都有我的学生得奖。但当然第2届我们没有得奖是吧？就第一名，第一是少年组第一名，再过1年就青年组第1名。然后你看我们接下来那几个都每年都有。最后一个就是那谁勒维维，他到那儿去比赛，一拉。”梅丽英就来找我了，这个孩子的声音好，中国人的声音，将来很多人会听到他讲，都讲这么讲话。这个是我讲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呢当时呢，应该讲，我无论从这个演奏上来讲，无论是从这个教学知识上，都是很不足的。可是就是走在那个时代的前头了，就是使用这个现代那个当时那些录像录音。所以中国做了很多录像，随后我又翻译了大量的这个小提琴的著作，在那些著作当中我也学了很多，我也搜集了大量的小提琴的这个书，你可以看我有1700本谱子，1700本谱子。所以我觉得你问我怎么会对小提琴教学有兴趣了？主要是因为我小提琴自己拉的不行，实在是拉得很差。但是呢，我对教学很有兴趣，而且一教了取得胜利了，取得那么大成就。当然我就有兴趣了，是吧？这就是这么原因。